朝鲜人能用微信吗？朝鲜人能用智能手机吗？这些问题可能会让我们很多人感到好奇。而在 Steam 平台上那个唯一的朝鲜的 IP，是不是将军本人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朝鲜智能手机市场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在朝鲜有一款名为阿里郎151的智能手机，它有3种颜色，一个摄像头，一块电池，甚至可以当做键盘来使用。这款手机呢，由一位朝鲜族的美女代言，看上去非常有吸引力。但是抱歉，阿里郎151呢只在朝鲜出售。尽管朝鲜的智能手机市场现状规模不小，但是这个市场运作方式以及手机运行的基础设施都非常独特，或者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在朝鲜，智能手机还是一个相对新鲜的事物。朝鲜的第一个移动网络呢，直到2008年才开始投入使用。在这之前呢，电话的普及率非常低，只有固定电话，而90%的线路呢都用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即便是朝鲜的公职人员想要装一部电话的话，也需要提交大量的文件证明自己的用途和付费能力。事实上，在2002年到2004年，朝鲜曾经短暂测试过一个名为 Sunnet 的小型移动网络，使用的全部都是二手手机。然而，这个网络仅仅运行了18个月之后，就因为2004年的龙川爆炸事件而被关闭。将军的父亲金正日险些在这样的一个爆炸中丧生。尽管这个网络和爆炸本身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是你懂得，总要有人或者机构为这样的一个事情来买单。时间来到了2008年，朝鲜再次尝试建立一个完全由自己控制的移动网络。他们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引进外资，最终一家埃及的通讯公司接了这样的一个单子。但是建完之后呢，朝鲜直接赖账不付钱。钱是王八蛋，我们要尊重梦想。这个名为 Kora Link 的网络呢，提供了朝鲜15个城市及周边部分铁路的3G 的网络服务。在当时 3G 算是比较先进的技术。要知道，我国的 3G 商用也是2008年才开始正式启动。那么到了2013年才正式发放了4G 牌照。但这个网络有一个致命的限制，朝鲜的手机只能拨打朝鲜国内的号码，完全无法访问国际互联网。其实朝鲜智能手机并非完全不能上网，他们可以访问朝鲜内部的局域网，也就是光明网。这个网络完全封闭，所有内容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和审查，以防国民受到不良信息的精神污染。目前光明网上大约有5000多个网站，全部由朝鲜政府批准。在这个网络上，你可以查看比如说高丽航空的航班信息，官方朝鲜的一些宣传片，是使用朝鲜版的百度，当然内容十分有限。基本上这个局域网什么都有，除了 Netflix， 因为它还没有被破解成功。早在2014年，朝鲜曾经发布了一系列的照片，显示将军正在视察一家智能手机的工厂，并宣称朝鲜正在研发自己的智能手机阿里郎 AS1201。一般来说，国家官方媒体发声呢是不会被质疑的，但是问题来了。要建立朝鲜自己的手机工厂，朝鲜至少要花费 GDP 的15%，所以当时很多人认为说朝鲜肯定是在说谎。事实证明，这家工厂最后什么都没有生产出来，而所谓的阿里郎手机其实就是一款低端的中国安卓手机 U4U1201 的贴牌产品。从此以后呢，阿里郎公司完美掌握了进口贴牌换包装的技术。后来推出的阿里郎171以及后续的智能手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贴牌的产品。那么这些手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或者说和我们日常手机使用的智能手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其实呢，它们运行着你根本无法想象的软件。首先，这是一款名叫平壤2047的手机，搭载着联发科 MT6582 芯片，在2013年推出。这些手机的运行是朝鲜特制版的安卓系统，并且预装了大量的应用，但是没有办法自行下载新的 App。其中预装游戏包括5个不同版本的愤怒的小鸟、山寨版的糖果传奇以及超级马里奥。据说还有另外一款能够发出高频噪音用来驱赶蚊虫的这样的一个 App。之所以有5个不同版本的愤怒的小鸟，是因为朝鲜没有应用商店，用户无法自行去下载自己喜欢的一些游戏。这些手机无法连接互联网，并且没有 App Store。如果你想装新的 App 怎么办呢？答案是去实体店购买。在朝鲜有类似的中关村这样的软件供销社，你可以在柜台去查看他们的 App 目录，付款之后工作人员会用电脑将 APK 传输到你的手机中。当然在此之前，所有的 App 都必须经过朝鲜政府的安全验证，
否则呢根本没有办法来运行。朝鲜智能手机上搭载了严格的文件审查系统，这可能是世界上最为极端的数字监管机制。每台手机都会检查每一个文件、每一张照片以及每一首歌曲，包括安装的每一个 App。如果发现文件没有官方的签名，系统呢就会自动的删除。朝鲜的签名呢分为2种方式，第一种叫做 Nata， 那么这是由政府添加，确保 App不含一些危险的信息，比如说对将军的不敬或者南朝鲜女团的一些视频。第2种叫做 Self-Sign， 确认照片、视频呢是否由本机拍摄，防止外部文件的流入。此外，手机内还运行着一个无法关闭的 Red Flag 程序，那它的作用呢是持续监控你的手机是否被篡改。更夸张的是 Red Flag 程序还安装了一个追踪查看器，它会创建一个你无法删除、无法查看的隐藏的一个文件夹，会实时来截图你的手机的内容。这意味着你的手机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在监视。可以说，朝鲜的智能手机系统是一个封闭的、监管极为严格的生态系统，这更加让我们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相对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环境中。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所有内容，我们下期再见。